色字头上一把刀。除了私下换汇，还有一种短信验证码的骗局——投资榴莲园。这个听起来不错吧？而那些官员所经办的签证，无一例外全部被取消。嗨，大家好，我是独立离岸顾问 Sean， 关注我，让你全球都有人。早在今年6月份，我就有分享马来西亚旅居避坑指南1旅行篇。在更早之前，也分别多次出视频介绍过马来西亚的生活、教育环境等等。现在是时候更新马来西亚避坑指南的进阶版了。首先声明，我个人是非常热爱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也是实实在在的人间天堂。也正是因为这份热爱，我更想要这个风水宝地得到更多的进步，才能散发出更美的光芒。所谓避坑呢，其实就像是吃猫山王榴莲，飘香四溢，可是如果不小心被榴莲刺扎到肉里，那可绝对是痛苦万分哦。上次我们分享了刚入境大马作为一个游客出行游玩所要警惕的一些事项，今天的进阶版就是当你准备或者已经落地大马生活所需要特别警惕的事。还是那句话，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大多数人都是好人，尤其是来到了特别有爱的大马，以至于让我们容易失去了所有的警惕之心。可往往那1、2个坏人就足以让我们遍体鳞伤。接下来我们会讲4大陷阱，分别是社交陷阱、金融陷阱、项目陷阱以及身份陷阱，每一个都足以让你的大马梦秒变大马噩梦。No worries， 看完本期的内容，保证让您在大马少走大弯路，多吃香香的肉骨茶。好了，系好安全带，我们马来西亚避坑之旅正式开始啦！话不多说 ，Let's get into it。1. 社交陷阱，色字头上一把刀。社交陷阱之首为色诱陷阱，此坑男女通用。刚来马来西亚的朋友们一定会有这样的感想：每个大马的女生说话都柔柔软软、甜甜蜜蜜的，犹如春风拂过心田，似乎连大妈都是那么的可爱。大马男生呢，大多数也收拾得整整齐齐，看起来温文尔雅，没有那种所谓的油腻感。总之，国人们是少不了春心荡漾的，躁动的心无处安放啊！大马有丰富的各种档次的娱乐场所，明码标价的买卖，不能说是坑，咱就不提了。且说说在大马内开放的社交平台中的坑。很多朋友想好好交友，往往是从 FB 或者 Instagram 开始的。案例1，刚在社交平台上认识一个外国朋友，聊得火热，突然有一天对方突然说要给你寄个小惊喜，是不是很开心呢？别高兴得太早，这可能有一个巨大的陷阱在等着你跳。我有个朋友的朋友就遇到过这个情况，他在 Ins 上认识了一个自称是美国石油工程师的高富帅，两人聊得可开心了。那个工程师还说要送他一个包裹，里面装满了各种名牌的包包、化妆品等等。我的那个朋友的朋友高兴坏了，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天选之女啊！结果呢，没过几天，他就接到一个电话，说是快递公司的，对方告诉他，包裹里有大量的现金，需要交一笔清关费才能领取。我那个朋友一听有现金，哇，心里那个美呀，赶紧把钱就打过去了。没有意外，钱打过去之后，对方又说需要交反洗钱证明费。我那个朋友还是傻乎乎的，又把钱打了过去。就这样一来二去，他总共被骗了将近2万马币。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一个陌生人对你特别好，多半是想从你身上得到些什么。保持警惕，才能保护好自己的钱包。像这样的网恋情人骗你的钱都还是小事，最怕的是培养了感情，养大养肥了之后，直接做杀猪盘。现在的骗子可是越来越高科技了，连 AI 都用上了。没错，就是那个能生成逼真图片和视频的 AI 深伪技术。最近就有这么一个案例，马来西亚有一个叫做林慧贤的美女政治家，长得那叫一个水灵灵，结果不少不法分子盗用了她的照片和视频，用 AI 制作了一堆假账号，在网上到处吊凯子。有个土耳其大叔就中招了，
他跟一个自称是林慧贤的女孩网恋了1年，还视频通话了好几次，结果被骗了9万多美金。这哥们到现在还坚信那是真的林慧贤，死活不相信那是 AI 假人。哎，真是赔了感情又伤洋子。还有更离谱的，加拿大一位大叔也被骗，他后来怀疑不对劲，要求跟这个女友视频，结果一看，嚯，跟照片长得还真不大一样。这位大叔灵机一动，马上意识到上当了，还录下了视频作证。加拿大大叔还专门请专家分析了视频，发现那确实是 AI 生成的假人。虽然看起来挺逼真，但仔细观察还是能够发现蛛丝马迹的。比如说脸部的细节就不够真实，动作有点僵硬之类的。所以各位以后遇到网上的真爱，可要擦亮眼睛，别看视频通话都能够骗人。这年头可真是眼见不一定为实啊！另一种关系陷阱就是我跟某某皇家王子是朋友，或者我跟某某高官是兄弟，某某社团的老大是我大表哥，什么什么之类的。简单说就是我上头有人，黑白2道通吃，可以带你飞什么什么的，有啥事儿我都能帮你解决。或许你真有什么小事，他确实能给你解决，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有可能在他的引导下，一步一步就落入接下来的几个陷阱。2. 金融陷阱。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几个让人触目惊心的金融骗局案例，看看这些高手都用了什么样的花招。先说说最要小心的汇率骗局。刚落地马来西亚，开支用度很多，为了便捷和换汇，很多人就会选择找黑市换汇，这里边有真有假，一个不好可能会颗粒无收，还惹一身骚。黑中介假扮好人，他们混迹在各个群里，以热心肠的姿态声称自己有更优惠的换汇途径，让你省钱。无中生有的理由，当你转账后，他们就会编造各种理由，比如说账户被风控、转账手续费高等等，让你继续转账，甚至有的威胁恐吓让你妥协。如果你不肯继续转账，他们就会威胁你说会报警，或者说会公布你的个人信息，让你不得不屈服。这些黑心商人就是利用你对地方不熟悉，再加上你急着换钱的心理，骗走你的血汗钱。更有甚者，一骗就是2头。骗子联系一些留学生，拿着马币现金到你面前，然后让你从国内账户转钱到他们的卡上，结果钱刚一转，你国内的银行卡全部被冻结了。这些学生当然什么钱也没收到，自然也不会给你马币。当警察接到报案后，他们认为学生也是受害者，他们并不会保障你的权益。事实上也是如此，最后我们只能自认倒霉，还要花时间花精力回去解冻自己的银行卡。除了私下换汇，还有一种短信验证码的骗局，这招可是真够损的。骗子会假装发错短信，给你发来一串银行验证码，然后他们说：“哎呀，不好意思，发错了，能麻烦你把你收到的验证码转发给我吗？”听起来很无害，对不对？但是千万别上当，这些骗子就是想骗取你的验证码，然后借机提走你的银行存款。记住，验证码就是你的钱袋钥匙，千万不要给别人。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一个让人心疼的数据：2024年开年才半个月的时候，马来西亚就有1900多人掉进了各种骗局的坑里，被骗走将近1亿令吉，约合1.6亿人民币。更可怕的是，60岁以上的年长人士成为了诈骗集团的主要目标。咱们可得保护好身边的老人家啊！最后，咱们来说说那个张爸爸 MBI 的骗局，这个可真是惊天大案。这位张玉发先生可是马来西亚的传销祖师爷，他创立的 MBI 集团号称有一种只涨不跌的虚拟货币义务币，听起来是不是很诱人？结果呢，这位张爸爸用这招骗了200多万中国人，诈骗金额高达5000亿，这可不是小数目哦。他是怎么做到的呢？简单来说就是1. 交钱买虚拟产品，2. 坐等高额利息，3. 发展下线收割更多韭菜。这不就是传销吗？没错，但是经过包装，愣是骗过了很多人。最可怕的是，很多人对他深信不疑，甚至尊称他为张爸爸。直到 MBI 彻底崩盘，这些人才如梦初醒。各位，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实在真的被你撞着了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那多半也是陷阱。3. 实体项目陷阱。那行，金融项目我不做，投资实体总行了呗。
咱们全球人的观众档次通常比较高，有很多朋友都是去大马躺平呢。但是不管是躺平还是淘金，到了新的地方，很容易带入一种思考方式：哇，这种东西国内早有了，先进多少代呀？感觉只要是自己一做，就是填补市场空白啊，说不定2到3年就上市了。有一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错觉。且慢，当你想着赚钱的时候，有的人可能就盯上了你的身家。投资榴莲园，这个听起来不错吧？都认可大马的猫山王榴莲世界1等，在国内买是死贵的。没想到美味可口的榴莲背后，也暗藏了一把专为你定制的刀。都知道马来西亚榴莲不贵，出口到中国立马翻好几倍。你是个榴莲控，正在马来西亚准备大干一场，突然有人跟你说：“嘿，要不投资一棵榴莲树，保证回报率比银行存款理财高。”听起来是不是很诱人？但是各位可要擦亮眼睛了，这个可是精心设计的骗局。这些骗子可真是高明得很，他们专门瞄准了那些对榴莲痴迷的华人，特别是那些刚到马来西亚、对当地情况不了解的新人。他们的套路啊，简直比榴莲的味道还要浓烈。首先，他们会找一群榴莲爱好者，组织一场豪华的品尝会，让你吃得满嘴流油，沉浸在榴莲的美味中，然后趁你还在回味无穷的时候，开始向你推销有投资价值的榴莲树。他们会说这是海外的榴莲园，什么猫山王之类的高级品种，听起来是不是很高大上？接着他们就开始讲资金、投资回报率、管理费啊，还说卖不出去的榴莲可以自己吃啊，这下可是戳中了很多榴莲爱好者的心啊。但是各位要小心啊，这里边的坑比榴莲的刺还要多。你想啊，那些榴莲树到底存不存在呢？你亲眼见过吗？就算有这些树，产量和品质能够保障吗？还有那些管理费、运输费，会不会把你的利润全吃掉呢？最重要的是，你真的了解了榴莲品种和销售的整个流程吗？退一万步讲，你知道一棵榴莲树要多少年才能够结果吗？即便是一片实际的园地，很多人都倒在了不断增加的成本上。各位榴莲控们，记得要擦亮眼睛，别让自己的血汗钱变成别人的榴莲大餐啊！别逃离了房贷，却倒在了榴莲贷上。视频创作不易，如果您觉得以上内容您还看得下去，还请您能够花最多0.4秒的时间给这个视频点个赞，这将是我们持续推出更多好视频的根本动力。4. 身份陷阱。大家都知道马来西亚护照很强大，免签180几个国家，但同时也应该知道马来西亚是一个非移民国家，即便是跟马来西亚公民通婚，也是拿不到大马护照的。所以当有人告诉你他能够帮你搞定一本真的大马护照时，请直接说 no。假护照、假身份的骗局非常的多，他们一定有一套逻辑、完整可信的方案给你。但你就想一想，一个半句马来语都不会说的人，拿着护照过海关或者被盘问时，你解释得了吗？千万不要花了大价钱，还要承受牢狱之灾。身份陷阱2：马来西亚红卡。红卡也就是马来西亚的永久居民卡。永久居民卡这个是有正规渠道可以拿的，必须存款200万美金，或者第2家园满5年后通过马来语的考试，并且达到65的积分，就是可以正常申请的。这些条件确实是难以达到的。曾经一段时间，花几万块就可以买到红卡的广告在民间四处流传，上当的人非常多。随着大马的反腐力度增加，这些声音慢慢消失了不少，不过依然还存在。但凡听到有关系的人就可以帮你搞定，你就可以直接判断这是不是个靠谱的人了。身份陷阱3：大马工作签。这个工作签是真的，但很多人的工作是假的。工作签的底层逻辑是你被大马的某家公司聘请来做某项工作，然后你正常的缴纳个人所得税。那很多人为了留在大马，但又没有真实的公司工作，所以就花1-2万马币1年来买这个签证，然后偷偷的做生意或者什么别的门道。某些中介代理哪里能做出那么多的真实公司和员工数据呢？大马招聘外国人是有标准的，就是该职位在本国招不到才能够招外国人，所以有科技类毕业文凭的人很多还是会比较顺利的申请到签证。那些递交假材料的，或者中介把职位挂在空壳公司，问题出了一波又一波。就在上周，大马移民局55个官员落马，就是因为打击非法签证，而那些官员所经办的签证无一例外全部被取消。
说到最后，还是那句话，身正不怕影子歪。只要自己不动歪脑筋，大概率是不会被骗的。我们不管到哪儿，都应该做一个守法的公民，少动歪脑筋，不贪图小便宜。国人在外的形象标签，说实话，真的说不上太好。这不能怪别人，而是要拿出该有的素质和边界，对待这方水土，尊重别人的文化，别人自然也会尊重你。围绕在你身上的磁场是干净的，就不容易上当受骗。好了，说了这么多，你们有没有听过类似的案例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精彩故事哦。我相信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现在大马对中国游客免签，拿上自己的护照，打算飞到马来西亚度假了吗？ OK， 小伙伴们，我们今天可是输出了不少干货哦。咱们先是揭秘了几个金融骗局，介绍了几个美女交友、投资金融项目、实体榴莲项目的坑。天上不会掉下来馅饼，但在马来西亚会掉榴莲。榴莲确实不错，但要是一下子被砸到了，那绝对也伤得不轻啊。接着我们又聊到了护照和签证的那些坑和相关的误区，千万不要买假护照，更不要把自己的护照卖给别人。至于那些第二家园计划，可别以为就等于永居或者入籍了，每个国家的政策都不一样，我们得擦亮眼睛，别被那些花哨的广告给蒙骗了。总之呢，我们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就一定要做足攻略，多多了解信息，最好向专业人士咨询。面对诱惑，先等一等；面对机会，先看一看。只要你不掏钱，就没有人能够骗得了你。OK， 各位老铁们，关于马来西亚避坑的话题，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看了今天的视频，你们有没有什么有趣的经历想分享呢？比如说，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在马来西亚生活的趣事，或者遇到过一些坑呢？或者干脆想来这里旅游、创业、长居，或者想给孩子的教育做一个很好的规划，都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留言，和我们一起讨论交流，或者直接私信我们一起研究研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打开小铃铛，别错过更多关于全球创业的劲爆内容。最后悄悄地告诉大家，我们全球人顺手牵羊团队可以承接大家第二家园计划的办理业务哦，以及低龄留学考察业务、大学留学深造等等。欢迎联系我们，会有专业的顾问给您详细解答。顺手牵羊，一个关于去中心化资产配置和无国界生活方式的频道。加入全球人，全球都有人，做想走就走的自由人。我是Sean，我们下期见，拜拜。